我死后，台风天把我的灵魂被吹回了家，可爸妈好像并不知道我已经死了。爸爸石建军一看见我就下意识把我往外推，那动作像是在驱赶一只肮脏的流浪狗。滚滚滚！你不是有骨气离家出走吗？还回来干什么？妈妈苏清雪一边用胶带封了似的加固窗户，一边用淬了冰的声音说：“1个月不着家，台风一来就知道回来蹭，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北周，离你哥哥远一点，他身上晦气，别让他又欺负你。”江北周那双空洞的眼睛里精准的蓄满了泪水，像个受尽委屈的天使。哥哥，你终于回来了，北周好想你。你不在的这些日子，我担心的眼睛都哭瞎了。虽然爸妈没有准备你的干粮，可是没关系，北周的自热米饭可以给你吃，我不饿的。哥哥，求你别走了。他演得真好，好到如果我不是一缕亡魂，听不见他心里那淬毒的笑声，我可能真的会感动。爸爸心里在咆哮消失1个月，也不知道有没有好好吃饭。这个不懂事的孽子。妈妈心里在焦虑，幸好回来了，不然我还得冒着台风出去找他。怎么当哥哥的还不如弟弟懂事。唯有江北周，他那颗被嫉妒和怨毒填满的心正在尖叫，他怎么还不管啊？这个阴魂不散的蠢货。江北周想上来抱我，那虚伪的拥抱让我胃里翻腾，我下意识的侧身躲开。他是我们家1年前领养来的孩子，据说他长得很像爸爸年轻时崇拜过的一位恩人，所以他一来就成了这个家的白月光，而我成了多余的鱼眼珠。1个月前江北周生日，我压下心里的所有不平，亲自为他炖了一锅丝瓜汤。我想或许我对他好一点，爸妈就能多看我一眼。可江北周只喝了一口，就捂着喉咙倒在地上，浑身抽搐，脸色青紫。是花生粉，哥哥在汤里放了花生粉。哥哥，你嫉妒我分走了爸爸妈妈的爱，你赶我走就好。为什么还想害死我？我拼了命的解释，我根本不知道他对花生过敏，我没有放花生粉。可是没人信，爸爸妈妈把我踹出江北周的房间，我听见他们在里面用我从未听过的温柔声音哄着他。北周，都怪我们没有照顾好你，你想要什么，爸爸妈妈补偿给你。我害怕哥哥，爸爸妈妈，我不要再见到哥哥了。好，爸爸妈妈这就把那个孽障赶走。江北周来了之后，我的世界就塌了。餐桌上全是他爱吃的海鲜，明知道我过敏，我的零花钱减半，给他买最新款的球鞋。我从小住到大的房间，也被他以需要阳光对眼睛好为由占了去。我被赶进了那个只有5平米、堆满杂物的房间。我想，我不用你们赶，我主动离开。距离产生美，或许我走了，你们才会想起我的好。没想到，我离家出走那天晚上，就撞上了那个在新闻里看了无数次的连环女凶徒。我的身体至今还躺在冰冷的停尸间，无人认领。10号，你又在闹什么脾气？北周为了你哭瞎了眼睛，你竟然还躲着他。爸爸石建军把委屈的江北周护在身后，像一头护崽的狮子，冲着我怒吼。我手脚冰凉，说出了自己听到的心声，那是我死后得到唯一的能力。可是刚刚我听到爸爸，你担心我有没有好好吃饭，妈妈想出去找我，只有弟弟，他想让我赶紧滚。我准确无误地复述出他们的想法。爸爸和妈妈的脸色瞬间惨白。你怎么知道？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窗外的电缆被台风硬生生扯断，火花爆闪后，全是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江北周立刻像只受惊的兔子，躲进爸爸妈妈的怀里。北周感受不到光了，好黑，我好害怕。他那双瞎了的眼睛，在黑暗中反而成了他最好的武器。此时，爸爸的心声再次响起，像一把钝刀，在我心口来回的割。真是亲生的还不如领养的。北周害怕了，知道躲进我怀里。10号这个孽子，1个月不见，连个拥抱都没有，我心中一片色然。爸爸，我只是一缕魂魄，抱不住你们了。10号，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杂物间拿应急灯和蜡烛。妈妈苏清雪在黑暗中对我吼道，语气里满是不耐。我飘向那个曾经属于我的杂物间，那里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可我是魂魄，我的手放在门把手上，直接穿了过去，一遍又一遍。哥哥，你是不是打不开呀？江北周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夹杂着他恶毒的心声。锁早被爸爸换掉了，要是在我这儿，蠢货，你就等着被骂死吧。果然，爸爸的斥责紧随而至，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10号磨蹭什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养你有什么用？换做从前，我早就委屈的哭出声了。可现在，我的心脏已经不会再痛了，只剩下无尽的悲凉。爸，杂物间锁了，我打不开。我平静地说，没有告诉他，真正的原因是我已经死了，无法再触碰阳间的任何东西。一阵窸窣声，爸爸摸着黑走过来，不耐烦的一把推向我，可他的手就这么毫无征兆的穿过了我的身体。10号，我刚刚怎么碰不到你？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就在这时，江北周咔嗒一声打开了杂物间的门。爸爸北周瞎掉之后，特别会在黑暗里找东西，我能摸黑开门了，厉不厉害？他邀功似的说。爸爸和妈妈的心立刻就化了，刚才那瞬间的疑惑被彻底冲散，爸爸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对不起北周，爸爸把你领养回来，本来是想给你更好的生活。妈妈苏清雪冷着脸，却用从未有过的温柔使劲揉了揉江北周的头。要不是10号那个孽障，你怎么会变成这样？都怪你哥哥不懂事。等台风结束，我们再把他赶出去。我没有回答，目光死死地定在那个小小的杂物间里。才离开了1个月，我的小床上就堆满了他们用不上的杂物，而我生前最爱的手办，那些我省吃俭用、熬夜排队才抢到的限量版，全都不见了。排队才抢到的限量版，全都不见了。看到我的眼神，爸爸石建军反应过来，语气里没有半分愧疚。你也是，都多大了，还喜欢买这种没用的2次元破烂？正好北周转了小，要跟班上同学打好关系，我就让他把这些东西送给同学，就当做个人情了。我整个魂体都在发抖。那些不是破烂，在你们偏心江北周将我赶进这个5平米杂物间，在我被校园霸凌、被你们无视的无数个夜晚，是他们陪着我。那些不是破烂，我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颤抖。江北周摸索着上前，怯生生地说：“哥哥别生气，都怪我。我看那些
小人放在角落积灰，还摔坏了好几个，以为你不想要了，就蠢货！那些塑料玩意儿早被我一个个亲手砸烂了，看着他们碎掉的样子，就像看到你本人一样，真爽，气死你！我猛地逼近他，恨不得撕碎他那张伪善的脸。你心里在笑吧，笑我真是的东西被你轻易毁掉。但你别忘了，现在的我能听见你们所有人的心声。江北周瞪着他那双无辜的大眼看着我，说：“哥哥，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可他的心声却在肆无忌惮的冷笑。这小子怎么可能听得到我的心声？他要是真听得到，就该知道我眼瞎是装的。上个月我看见了那个女凶徒专挑落单男孩下手的消息，故意用小号发给他，还暗示他离家出走去城西旧工业区，爸妈一定会急疯了去找他。我还以为他早就死了，没想到去城西旧工业区，爸妈一定会急疯了去找他。我还以为他早就死了，没想到他这么命大，竟然跑回来了。我感觉自己坠入了一个冰窖。原来我的死从头到尾都是江北周的阴谋，等着这小子彻底消失，我再设计一场意外，把这对蠢货夫妇也给弄走。到时候他们老家那几套拆迁房就全都是我的了。江北周脸上还是一副单纯无害的模样，心声却已经快要笑出了声。我不可置信地摇着头，然后指着江北周，对我血缘上的父母说：“爸爸妈妈，不要相信他了，一切都是他害的。他不仅要害我，还要害死你们啊！”下一刻，妈妈苏清雪的巴掌高高扬起，快要打到我时，她的手掌却僵在半空，然后无力地落下。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弟弟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地说他？北周他本来就是孤儿，身世可怜，还因为你哭瞎了双眼。10号，你心里难道没有一点愧疚吗？妈妈在怒吼，我听到她的心声在叹息，我英明一世，怎么就养了这样一个冷血的儿子？要是北周是我的亲生儿子就好了，他才是我梦想中那个完美的孩子。我鼻子一酸，委屈的泪水涌了出来。原来亡魂的眼泪也是又咸又苦的。爸爸石建军终究是心软，无奈的摆了摆手，好了，别争了，台风越来越大了，快躲进杂物间来吧。我吸了吸鼻子，刚想跟着他们一起进去，随后爸爸的心声像一把最锋利的冰锥，刺穿了我最后的幻想。杂物间最后的幻想，杂物间太小，只够躲3个人。反正10号180斤，皮糙肉厚的，让他待在客厅也不会出事。以前的我很喜欢和江北周争，我一边欢迎这位新来的弟弟，一边又嫉妒他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爸妈所有的偏爱。我总是一遍遍地提醒他们，这是我的，不是江北周的，凭什么要给他？换来的却是他们不耐烦地责骂弟弟还小，又是孤儿，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一个只是祈求父母不要抛弃自己的孩子，到底有什么错呢？10号，杂物间只能待3个人，所以你爸爸小心翼翼地开口，像是在通知我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次我没有哭，也没有闹，而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一家3口。好，我待在外面，反正我早就死了，台风再大又能把我怎么样呢？真正能杀死我的，从来都不是台风，而是亲情这把不见血的刀。爸爸妈妈的眼神变得有些复杂，妈妈张了张嘴，似乎想叫住我，江北周却抢先一步，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他向后踉跄几步，一屁股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哥哥，你为什么要推我？江北周双手在空中无助地乱抓，眼泪说来就来。我知道你生气，我不能把房间让给你，可是我真的看不见呀，我的腰好痛。他的心声却是蠢货，想用这种苦肉计引起他们的同情吗？只可惜能让他们心疼到骨子里的人，永远只有我一个。爸爸石建军立刻让他们心疼到骨子里的人，永远只有我一个。爸爸石建军立刻像被点燃的炮仗，冲过去扶起江北周，仔细检查他有没有受伤，同时用能杀人的目光瞪着我。10号，你太过分了，明知道北周眼睛看不见，你还推他，万一撞到头怎么办？你是想杀了他吗？妈妈苏清雪也心疼地抱住江北周，用后背对着我，她的心声里全是对我彻骨的失望。10号怎么会变得这么恶毒？北周都这样了，他还下得去手？难道他真的容不下这个弟弟吗？我怎么会生出这样的怪物？我淡淡的垂下眼，声音轻得像烟，我没有推他，爸爸妈妈，我推不动他的。我蹲下身，伸出手，想让他们看看我的手是如何穿过江北周的身体。事到如今，也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早就不是活人了。就在此时，轰隆一声巨响，客厅的玻璃窗被狂风整个掀飞，带着窗框砸向远方。江北周紧张地缩成一团。爸爸妈妈，我好怕。爸爸妈妈再也顾不上我，连忙拖着江北周躲进了杂物间，关上了门。妈妈拧着眉，透过门缝，于心不忍地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10号，反正你有180几斤，在客厅撑住，很快就好了。北周看不见，他需要我们照顾。杂物间的门在我面前砰的一声重重关上，隔绝了他们对江北周的温声软语，但隔绝不了他们那残忍的心声。爸爸10号好像真的不对劲，刚才我好像穿过了他的身体，是错觉吗？他看我的眼神好陌生。妈妈，外面风这么大，10号一个人在客厅，但他毕竟壮士，北周更需要我们，他会没事的。江北周成功了，这对蠢夫妻果然只在乎我。等台风再大点，我就假装被吓到心脏病复发，让他们彻底忘记门外那个讨人厌的死胖子。我飘到沙发上，蜷缩起来，180斤的体重，生前是他们嘲笑我、羞辱我的理由，如今却成了他们心安理得抛弃我、让我去死的借口。可他们忘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在意，我也曾是那个在雷雨夜哭着喊着要他们抱的小男孩。我的灵魂被狂风撕扯的生疼，像一张被反复揉搓的薄纸。客厅的沙发、电视、茶几都被狂风卷起，从那个空洞洞的窗口飞了出去。就在这时，一黑一白2个人影穿透风墙向我走来，是2位阴差。白衣阴差皱眉道：天灾降临，地府人满为患，倒是把你这旅游魂给忘了。黑衣阴差面无表情，现在可以跟我们走了，还有什么遗言想跟你的家人交代吗？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杂物间门，笑着摇了摇头，没有了。从今往后，他们就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了。台风终于停了，爸爸妈妈牵着受惊过度的江北周从杂物间里走了出来。10号呢？爸爸石建军扫视着被台风洗劫一空，只剩4面墙的客厅，皱起了眉。妈妈苏清雪冷哼了一声，她那么胖的眉
妈妈苏清雪冷哼了一声，他那么胖，肯定吹不跑，估计是躲在哪个角落，等着我们去找他呢。他就喜欢用这些下三滥的伎俩引起我们的注意。江北周捂着自己的腰，可怜兮兮地说：“哥哥刚刚推我那一下好重，我现在还在疼。”就在这时，大门被砰砰砰地敲响了，一位女警上了门，看到爸爸妈妈，松了口气。调查了1个月，总算查出那具无主遗骸的身份，真是累死了。你们是10号的父母吧？孩子失踪1个月，怎么不报警？他现在正在市里的停尸间躺着呢。地府门前，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台风，死亡人数激增，办理投胎的队伍排到了忘川河对岸。2位阴差忙得脚不沾地，只好暂时用锁魂链将我系在人间一处僻静的角落，叮嘱我千万别乱跑，等他们忙完这阵再来接我。因为得到了地府的临时登记，我不再是孤魂野鬼，身上带了淡淡的阴司印记，这意味着，除非我主动显形，否则阳间的活人，包括我的父母，再也看不见我了。我就这么跟着他们，看着我那英明一世的父母送走了女警。你们找错人了吧？妈妈苏清雪觉得好笑，我们是10号的家长，但他还好好活着呢，不可能死了，估计是同名同姓吧。爸爸石建军也礼貌地点点头，像送瘟神一样对女警说：“是啊，警官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10号活生生的一个人，上个月是离家出走了，可是这部台风天又跑回了家。活生生的一个人，上个月是离家出走了，可是这部台风天又跑回了家。2名女警皱起了眉，其中一位正是沈婉晴。你们说10号跑回家了，他人呢？爸爸妈妈的表情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他们面面相觑。最后妈妈出言解释，这孩子体重大，我们让他留在客厅躲台风，现在不知道又躲哪去了。他就是这样叛逆，喜欢离家出走，不听话。女警沈婉晴的语气变得冰冷，这么大的台风，沙发都卷走了，你们竟然让一个孩子自己待在客厅。爸爸石建军的脸上露出了羞愧之色，我听到他的心声，10号应该不会有事吧？难道他真的被台风？不可能，他那么壮。此时江北周握住爸爸的手，扬起他那张纯真的小脸，爸爸不要怕，哥哥身体那么强壮，离家出走1个月都没有出事，怎么可能会被台风刮走呢？爸爸拍了拍胸脯，把江北周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是抱住了救命稻草。他的心声响起，是啊，北周说的对，10号不会有事的，幸好我养了北周这个儿子，又懂事又贴心，比10号那个孽障好到不知道哪去了。女警沈婉晴和同事交流了一下，再次向我父母确认，你们确定停尸间那个10号不是你们的儿子？妈妈苏清雪自然地点点头，那当然，我们今天才见过10号呢，他怎么可能会是躺在停尸间1个月的遗体？2位女警摇摇头，还是拿出手里的平板电脑，您还是再确认一下，这究竟是不是您的儿子吧？紧接着，您的儿子吧？紧接着，他们2人开始念出我的身份信息。爸爸妈妈的眼睛越睁越大，随后妈妈惊声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警官同志，你们还是重新调查这个案子吧，别来烦我们了。”石先生、苏女士，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但请你们再确认一下这些信息。女警沈婉晴举起平板电脑，死者10号，性别男，年龄17岁，生前就读于市第3中学高3、5班。这是我们从学校档案库调取的照片，请你们辨认。屏幕上是我去年夏天拍的入学照，有点傻气，但笑容很明亮，那是江北周来我们家之前拍的。爸爸妈妈的瞳孔骤然收缩，像被针扎了一样。沈婉晴继续冷静地爆出信息，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我父母的心里。根据我们的调查，死者于1个月前，也就是8月15日晚离家，随身携带一个蓝色背包，身穿白色 T 恤和牛仔裤。他的手机最后信号消失在城西的旧工业区附近，那里也是后来发现遗骸的地方。每爆出一条信息，爸爸妈妈的脸色就白上1分。这些细节分毫不差。江北周突然啊了一声，捂住嘴，眼泪精准地滑落。哥哥那天晚上确实是穿的白色 T 恤和牛仔裤。爸爸妈妈，难道警官阿姨说的是真的？妈妈的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爸爸赶紧扶住她。沈婉晴看着他们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爸爸赶紧扶住她。沈婉晴看着他们的反应，叹了口气，最后抛出了一个无法辩驳的铁证。另外，死者左侧腰窝处有一块蝴蝶形状的浅褐色胎记，这个特征你们是否清楚？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直接劈在了爸爸妈妈的天灵盖上。那个胎记很小很隐蔽，只有给我洗过无数次澡的他们才知道，连江北周都不知道这个细节。妈妈的嘴唇剧烈地颤抖起来，眼泪瞬间决堤，她疯狂地摇着头，不会的，一定不会的，我们今天才见过10号活生生的。警官同志，你们说的信息是10号没错，但你们会不会是弄错了啊？求求你们了。2位女警对视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不解。随后沈婉晴看着他们，一字一顿地问道：“你们确定今天看到过10号吗？那10号他现在在哪呢？”爸爸妈妈如梦初醒，开始发了疯一样满房间找我。江北周也张着小嘴，一脸的震惊和茫然，怎么回事？这个蠢货真的死了？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又是谁？难道是鬼？我父母找遍了客厅、卧室、厨房、厕所，甚至还有那个堆满杂物的杂物间，可惜一点我的痕迹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就在刚刚，他们已经从我的面前、身后，甚至身体里来来回回穿过了无数次。他们看不见我，我们之间隔着生与死的距离，怎么会不在呢？妈妈苏清雪终于崩溃了，哭着抓住爸爸的手，一遍遍确认：“孩子他爸，你今天也看见10号了吧？咱们都看见了呀，怎么会说不见就不见了呢？我的儿子。”江北周喃喃自语，适时地递上了最致命的一刀。难道今天我们看见的根本不是哥哥，而是哥哥的亡魂？爸爸妈妈，哥哥不会真的不在了吧？江北周还想说什么，可迎接他的是一个清脆响亮的巴掌。他震惊地捂着脸，对上妈妈苏清雪那双燃着怒
怒火的眼睛。江北洲，谁让你这么说你哥哥的？你是在咒你哥哥死吗？那天妈妈没有落在我身上的巴掌，最终还是狠狠地落在了江北洲的脸上。随后，女警沈婉晴轻咳一声，打破了这诡异的气氛，还请2位监护人随我们去停尸间，最后确认一下。停尸间的灯光冷得能刺进骨头缝里，我飘在爸爸妈妈身后，看着他们颤抖着手掀开了那块冰冷的白布。妈妈苏清雪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哀嚎，像一滩软泥般直接瘫倒下去，被爸爸石建军死死架住。白布下，那已经不能称之为一具完整的人了。1个月的腐败与动物啃噬，再经过法医粗暴的缝合与冷冻，让我的面容呈现出一种僵硬可怖的青灰色，像一个被玩坏了又被丢弃的破败人偶。唯有左侧腰窝那块小小的蝴蝶形状的胎记还依稀可辨，成了确认我身份的唯一烙印。10号，我的浩浩啊！妈妈伸出手想去触摸我的脸，又在即将碰到的瞬间触电般缩回。她崩溃地捶打着爸爸的胸膛，指甲挠出道血痕。都怪我们啊！那天晚上为什么不拦住他？为什么不相信他？爸爸石建军死死咬着牙，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汹涌地淌下来。他一遍遍看着我那不成人形的遗体，又猛地扭开头，不忍再看，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我听见他心碎欲裂、悔恨交加的心声，是我说了重话，是我让他滚出去，永远别回来。我怎么会说出那种话？我不是人，我不是个父亲，我杀了我的儿子。江北洲站在一旁，捂着脸，肩膀剧烈耸动，像是在伤心欲绝地哭泣。可我从他的指缝里看到了他那双瞎了的眼睛，正死死的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遗体，里面没有半点泪水，只有淬了毒的嫉妒和快意。他真的死了，死得这么难看，活该。可为什么死了还要回来抢走爸爸妈妈的注意力？他们应该只心疼我才对，我才是那个需要被呵护的可怜虫。石先生，苏女士，请节哀。一位年长的女法医沉痛地开口。根据我们的调查，死者10号遇害的旧工业区非常偏僻，正常情况下，一个离家出走的男孩不太可能独自到那种地方。初步判断，他很可能是在某种引导或胁迫下才前往的案发地。爸爸猛地抬起头，眼中爆发出骇人的血光。您的意思是，我儿子是被人故意引到那个女凶徒那里的？女警沈婉晴凝重地点点头。意思是，我儿子是被人故意引到那个女凶徒那里的。女警沈婉晴凝重地点点头，不排除这种可能。我们正在排查他失踪前的社会关系，希望你们能提供一些线索。他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结怨，或者有没有什么异常？妈妈苏清雪恍惚地重复着。突然，她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扭头，死死看向还在啜泣的江北洲。我也在同一时间听到了江北洲骤然慌乱到极点的心声。糟了，是我每天都故意在10号面前播放那个女凶徒的新闻，还用小号给他发私信，说如果他离家出走到女凶徒的犯案地，爸爸妈妈一定会吓得马上把他找回来，不会查到我头上吧？不可能，我做的天衣无缝，他们都以为我瞎了，一个瞎子能做什么？爸爸顺着妈妈的目光也看向了江北洲，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北洲，妈妈的声音沙哑的像被砂纸磨过，她紧紧盯着江北洲，一字一句地问：你哥哥离家出走那天晚上，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你之前说你只是劝他回家。江北洲的身体机不可查地僵了一下，随即哭得更伤心了。妈妈，你是在怀疑我吗？我什么都看不见，我能对哥哥做什么呀？我只是跟他说我很想他。死老太婆，竟敢怀疑我，真该死！她的心声在恶毒的尖叫。还好我早就准备好了说辞，滴水不漏。就在这时，爸爸石建军突然开口，声音低沉而压抑，像是从地狱里传来。警官同志，请你们一定要彻查，不管是谁，只要和我儿子的死有一点关系，我倾家荡产也绝不放过。我心里一片冰凉。看啊，爸爸妈妈，你们终于想起来要保护我了，可惜太晚了，我已经死了。阴差的锁链轻轻响动，提醒我该彻底离开这人间了。这场闹剧于我而言已是隔世。我跟着那家人飘出停尸间，看着爸爸妈妈如同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被女警沈婉晴搀扶着坐进警车。江北洲跟在他们身后，依旧扮演着他那盲眼孤儿的角色，怯生生地拉着妈妈的衣角。可他的心声却像毒蛇一样，吐着信子，死了正好，死了干净。等这对蠢夫妻伤心够了，财产最后还是我的，我得想想怎么让他们更心疼我，早点把这个死鬼忘得一干二净。警局的询问室里，灯光比停尸间多了几分人气，却同样照不亮爸爸妈妈脸上的死灰。他们机械地回答着沈婉晴的问题，关于我离家出走前的细节，关于江北洲来到这个家后发生的一切。江北洲的眼睛具体是怎么回事？沈婉晴温和地问道，像是在剥一个洋葱。妈妈苏清雪啜泣着，断断续续地说，1个月前北洲过敏休克，说是10号在汤里放了花生粉，之后北洲就哭的眼睛看不见了。我没有，我忍不住在旁边喊出声，尽管他们谁也听不见，是江北洲自己做的局，是他要害我。就在这时，负责调查江北洲背景的警官走了进来，低声对沈婉晴说了几句。沈婉晴的眼神骤然变得严肃而锋利。石先生，苏女士，我们调取了江北洲转入新学校前的体检报告。他举起一份文件，向法官举起了判决书。报告显示，他的双眼视力5.2，完全正常，没有任何会导致失明的病变基础。爸爸妈妈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向旁边安静坐着的江北洲。江北洲的身体瞬间绷紧，但他立刻开始挥舞双手，声音尖利。不是的，我当时真的看不见了，是心理性的失明，因为我太害怕哥哥了，我被他吓得看不见了。该死，他们怎么会去查体检报告？这群废物警察！沈婉晴冷静地打断他，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我们也咨询了眼科和心理专家，即使是心因性失明，在受到巨大刺激时，瞳孔和眼球追光反应也会出现异常。但根据我们观察，从得知10号死讯到现在，你的行为举止，包括下意识躲避障碍物、精准的寻找声源，都与真正的视觉受损者有细微但明显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沈婉晴点开了一段监控录像，是台风天前小区便利店门口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里，江北洲独自一人，脚步轻快，他准确地避开了地上的一个水坑，然后抬头看了看便利店的招牌，才
才走了进去。这是10号失踪后第3天的录像。江北洲，如果你的眼睛那时就瞎了，你如何解释你的行为？江北洲的脸彻底失去了血色，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完了，全完了，我怎么会忘了那个地方有监控？爸爸石建军猛地从椅子上站起，双眼赤红如血，他指着江北洲，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和痛苦而撕裂。你一直在装瞎，你骗了我们整整1个月。10号说的都是真的，是你害死了10号。妈妈苏清雪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倒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地望着江北洲，喃喃道：为什么我们对你不好吗？10号有的你都有，我们甚至因为可怜你，一次次委屈10号，你怎么能这么恶毒？真相如同一把生锈的刀，残忍地剖开了所有人的胸膛。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江北洲曾多次用匿名手机号给我发送挑衅和恐吓短信，内容不堪入目。他甚至偷偷登录我的社交账号，大量关注关于女凶徒的新闻推送，营造出我对此极度感兴趣的假象，为他自己脱罪。在我离家出走那天晚上，也是他用变声软件给我打电话，谎称爸爸石建军在旧工业区被车撞了，让我快去，将我一步步骗进了那个地狱。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江北洲处心积虑，像一个最高明的猎手，将我这头愚蠢的猎物一步步推向了死亡的陷阱。而当沈婉晴带人搜查江北洲的房间时，更是在他所住的抽屉暗格里发现了一本日记和一小包未用完的花生粉。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如何嫉妒我拥有亲生父母，如何计划救战潮，甚至用恶毒的语言嘲笑我父母的愚蠢。最新的一页写着：等拿到拆迁款，就让这对老家伙也意外离世，我就彻底自由了。他们那么蠢，活该被我骗。看到那包花生粉和日记上的内容，妈妈苏清雪彻底崩溃了。她像一头母兽般发疯似的扑向江北洲，被几名警员死死拦住。恶魔，你是恶魔！我们把一条毒蛇养在了家里，还为了这条毒蛇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妈妈声嘶力竭，字字泣血。爸爸石建军则像一瞬间老了20岁，他踉跄着后退几步，撞在墙上，眼神灰败。滚！从今以后，你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石家没有你这种东西。江北洲的伪装彻底崩塌，他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尖叫道：凭什么？凭什么10号那个废物什么都拥有？我才是该被众星捧月的那一个！你们活该！是你们蠢，是你们亲手把他推开的。最终，江北洲因涉嫌故意杀人、教唆犯罪、欺诈等多项罪名，被移送至少管所。尽管他未满18岁，等待他的也将是漫长到足以摧毁他一生的刑期。爸爸妈妈为我举办了葬礼，墓碑上是我离家出走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笑容有些勉强，但眼神里还带着对亲情最后的一丝渴望。我父母几乎是住在了我的坟前，日日夜夜的哭，带着对亲情最后的一丝渴望。我父母几乎是住在了我的坟前，日日夜夜的哭泣、忏悔。10号，是爸爸妈妈错了，我们被猪油蒙了心，错把榆木当珍珠。儿子，妈妈对不起你，那天晚上我不该说那么重的话，妈妈后悔啊！如果能重来，妈妈一定抱紧你。爸爸整理着我生前住的那个杂物间，把我那些被江北洲送人或毁掉的手办，能找回来的都找了回来，用胶水小心翼翼地将碎片一点点粘合，摆满了整个房间。他抱着我睡过的枕头，上面早已没有我的气息，他却像抱着绝世珍宝般不肯松手。10号，爸爸知道你回来了，对不对？台风那天就是你回来看我们了，你原谅爸爸一次好不好？他们的心声被无尽的悔恨和痛苦淹没，再也听不见其他。可是爸爸妈妈，一切都太晚了。我飘在坟像上方，看着他们日渐佝偻、被悲伤压垮的背影，心中已无波澜。死亡斩断了一切，爱也好，恨也罢，都随着那场17级台风散得干干净净。2位阴差终于忙完了，锁链轻响，来到我身边。时辰已到，该上路了。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对在墓碑前哭得肝肠寸断的夫妻，转身毫不犹豫地踏入了地府之门。人间冷暖、亲缘孽债都已与我无关。我地下一世会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忘川河畔，彼岸花开得像一片燃烧的血海。我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着喝下那碗能忘却前尘的汤，踏入轮回。身后是无数浑浑噩噩、或悲或喜的亡魂，身前是望不到头的转生之路。人间种种，已如隔世云烟。就在我即将踏上奈何桥时，一阵熟悉的、撕心裂肺的呼唤，竟隐隐穿透了阴阳界限，飘进了我的耳中。是妈妈苏清雪的声音，还夹杂着爸爸石建军沙哑绝望的哭泣。他们似乎是请了什么高人，强行打开了短暂沟通阴阳的渠道。10号，我的儿子，你回来啊！让妈妈再看你一眼就一眼。爸爸错了，爸爸给你道歉，你想要什么？爸爸都烧给你，把整个家都烧给你，求求你现身见见我们吧！我们真的知道错了。那声音凄厉入骨，若是生前的我听到他们如此悔恨，定然会心软，会留恋。可现在，我的心像是被这冰冷的忘川水反复冲刷过，只剩下一片死寂的平静。他们的深情迟到了整整一生，现在对我来说一文不值，甚至有些可笑。2位阴差皱了皱眉，黑阴差冷声道：杨氏之人总是如此，亲手抛弃，拼命挽留，扰了阴司清净。白衣阴差则看向我，语气平和：10号，你可要回应，这是你转世前最后的机会。我缓缓摇头，目光坚定地望向桥那头朦胧温暖的光。不见了，尘缘已断，再见无益。他们的忏悔是他们自己的刑罚，与我无关。人间，我的坟前，爸爸妈妈不惜重金请我无关。人间，我的坟前，爸爸妈妈不惜重金请来的是一位据说很有道行的女道士，法坛高筑，香烛缭绕。女道士手持桃木剑，脚踏七星步，口中念念有词，试图将我这缕游魂召回。爸爸妈妈跪在坛前，眼睛红肿得像2个烂透的核桃，死死的、充满期盼地盯着法坛中央那面用以显形的铜镜。他们期待着，哪怕只是一道模糊的影子，一句来自幽冥的怨言。然而，铜镜始终暗淡无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只有烛火在阴风中明明灭灭，映照着他们那2张越来越绝望的脸。女道士做法良久，
最终颓然放下桃木剑，长长的叹了口气：“二位居士，请回吧。不是贫道法力不济，而是你们要见的那位已然不愿再与这杨氏有丝毫瓜葛了。”妈妈苏清雪猛地抬头，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抓住道士的袍角：“不可能，大师，你再试试我儿子最心软了，他怎么会不愿意见我们？他一定是在怪我们，对不对？你告诉他。”爸爸妈妈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我们愿意用命去换他回来。爸爸石建军也哽咽着哀求大师：“求您告诉他，我们后悔了，我们每天都活在地狱里，求他给我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女道士扶开妈妈的手，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却又无比清醒和残忍。非是不愿，实是不能，亦是不必。亡魂滞留人间，皆因执念未消，而你们呼唤的这位公子，执念已散。音乐，周叔给沈彻讲了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曾经组建过一支摇滚乐队，在全国巡演过，后来因为理念不合，乐队解散了，他就回到了听兰，开了这家民宿。音乐这东西最忌讳的就是掺杂太多利益。周叔看着沈彻认真的说：“小伙子，我看你眼神里有故事，但是别被过去的事困住。音乐应该是治愈人的，不是报复人的。”沈彻愣住了，他没想到周叔能看出他的心思。他笑了笑，没有解释，只是说：“周叔，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会注意的。”接下来的几天，沈彻每天都泡在录音棚里修改歌曲的编曲，调整音色。录音棚在民宿的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虽然不算顶级，但足够专业。沈彻每天早上7点起床，吃完早餐后就去录音棚，直到晚上10点才出来。偶尔他会去海边散步，寻找灵感。海边的日出很美，金色的阳光从海平面升起，把海水染成橘红色。海边的日落也很美，夕阳的余晖洒在沙滩上，像铺了一层金子。沈彻把这些美景都写进了歌里，让歌曲多了一丝温暖的气息。这天晚上，沈彻正在录音棚里修改默的编曲，手机突然响了，是陆周打来的。陆周是沈彻大学时的铁哥们，家里做实业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但他对家族生意毫无兴趣，一毕业就自己开了家小有名气的独立音乐厂牌方舟音乐。陆周一直很欣赏沈彻的才华，上一世沈彻被逼到绝路时，只有他愿意伸出援手，可惜那时的沈彻已经万念俱灰，没有接受他的帮助。沈彻，你小子终于接电话了。陆周的声音带着怒火：“你怎么从星辰工作室退出来了？江宇那孙子是不是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帮你收拾他。”沈彻笑着安抚他：“陆周，别激动，我没事，我就是觉得累了，想出来散散心，做点自己喜欢的音乐。散散心，你知不知道江宇那孙子发通稿骂你，说你创作思维陈旧，跟不上时代，被工作室淘汰了。”陆周的声音更愤怒了。还有二来地府办事的鬼差闲聊起人间的后续。妈妈因为悲伤和刺激过度，精神失常了，终日抱着我那张残缺的入学照片，在那个堆满粘和手办的杂物间里喃喃自语，时而哭时而笑。爸爸一夜白头，辞去了工作，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在我的坟前一坐就是一整天，风雨无阻。石家那个曾经因为偏爱而扭曲的家彻底散了，而江北洲在少管所里也并不安生，他装瞎骗人的事情被媒体曝光，成了人人唾弃的恶魔少年。同监舍的人看不起他的恶毒，时常欺负他霸凌他，他企图用同样的方式博取同情，装可怜，却再也无人相信。据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试图越墙逃跑，结果从高处跌落，这次是真的摔断了腿，也撞瞎了一只眼睛，真应了那句天道好轮回。他将在高墙之内用漫长而痛苦的刑期来1分1毫的偿还他欠下的血债。我喝下了那碗忘却前尘的汤，走过了那座连通生死的桥，桥下的忘川水奔流不息，带走了我所有的爱恨痴怨，也带走了那180斤的沉重躯壳。再次睁开眼时，我感受到的是温暖的羊水和透过母亲肚皮传来的温柔而明亮的光。我听到一个充满爱意的女声轻轻的哼着摇篮曲：“宝宝，你要乖乖的哦，爸爸妈妈等你等了好久好久了。”还有一个憨厚又激动的男生小心翼翼地贴着肚皮说：“宝贝儿子，我是爸爸，爸爸给你买了好多好多酷炫的小玩具，保证比别人的都好。”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对我纯粹的毫无保留的期待和爱，没有比较，没有偏心，更没有算计和替代。这一次我被全心全意地期待着，被视若珍宝地呵护着。我知道我终于来到了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幸福的家。